2026年4月，全球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风暴，中东战火烧断了人类最重要的石油命脉，能源危机像瘟疫一样席卷亚洲、欧洲，甚至波及美国本土，航班停飞，工厂停工。泰国的公务员被要求爬楼梯，不准搭电梯。菲律宾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日本紧急释放8000万桶石油战略储备。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节目中丢出一颗惊天炸弹。他说 UFO 根本不是外星人，而是恶魔。川普总统下令公开所有外星人档案，白宫甚至注册了 aliens.gov 的网站域名。更离奇的是，著名吠陀占星师乔尼·帕特里早在数月前就预言了4月的动荡。他精确指出，4月13日和4月19到20日是2个极其危险的时间窗口，而来自外太阳系的神秘访客ILAS 彗星可能正在向地球播撒来自另一个星系的碎片。这一切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力量在暗中运作？让我们从头说起。但在深入之前，我想先说一句，今天的内容涉及占星预测、宗教观点和科学假说这3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我不会告诉你应该相信哪一个，因为在我看来，真正的智慧不是选边站队，而是能够同时容纳多个可能性而不急于下结论。好了，系好安全带，因为接下来的旅程会非常颠簸。要理解眼前的能源危机，我们必须先回顾这场战争是怎么开始的。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了代号为史诗之怒的突袭行动。这是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来，美国在中东发起的最大规模军事行动。在短短12个小时内，美以联军发动了近900次空袭，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设施、防空系统、军事基础设施以及最高领导层。以色列空军执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斩首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其住宅建筑群中被击毙，多名高级官员同时遇难。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更早。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就曾在午夜锤子行动中对伊朗核设施进行空袭，但那次冲突在几天后就达成了停火。2026年1月，伊朗爆发了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伊朗安全部队在镇压中杀害了数千名抗议者，川普以此为由威胁军事行动，并开始了自200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中东军事集结。伊朗方面也在进行备战。2月中旬，伊朗革命卫队在海峡进行了实弹海军演习，并临时关闭了部分航道。哈梅内伊在被暗杀前不到2周，还警告说部署到海湾的美国军舰可能会被沉入海底。但战争的悲剧总是伴随着无辜者的鲜血。一枚导弹击中了靠近海军基地的一所女子学校，造成约170名平民死亡。这个画面让全世界震惊。伊朗的回应同样猛烈，他们向以色列、美军基地以及海湾国家发射了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都遭到了攻击。迪拜国际机场被无人机攻击后一度停飞所有航班。但伊朗最具杀伤力的反击并不是这些导弹，而是一个简单到令人窒息的决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3月2日，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名高级顾问在国营媒体上宣布，海峡关闭了，如果任何人试图通过，革命卫队和正规海军的英雄们将把那些船烧成灰烬。这不是说说而已，他们真的动手了。截至3月中旬，伊朗已经对超过21艘商船发动了攻击，造成了多名船员死亡。150艘货船和油轮被堵在海峡外面动弹不得。保险公司撤销了通过海峡的战争保险，没有保险就没有船东感冒这个风险。于是全世界1/5的石油贸易量就这样在一夜之间蒸发了。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用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措辞，这是全球石油市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每天有1100万桶石油从市场上消失。这个缺口相当于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的需求崩溃的反面。当年是需求消失了，现在是供应消失了。川普总统先是在3月9日宣布要夺取海峡控制权，3月15日呼吁世界各国派军舰护航，但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澳洲、韩国、
日本都拒绝了。德国国防部长的回答简洁而冰冷，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没有发动它。川普怒斥北约是纸老虎。3月19日，美军开始了对海峡沿岸伊朗目标的空中打击行动，试图强行打开这条航道。以色列甚至暗杀了负责封锁海峡的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指挥官，但海峡依然关闭。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也就是被暗杀的老哈梅内伊的儿子，发表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份声明，发誓要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该地区所有国家停止让美军使用其基地。川普随后发出了更极端的威胁，如果伊朗不在4月6日前重新开放海峡，美国将摧毁伊朗所有的发电厂。联合国人权专家和国际法学者警告说，这构成了公开威胁犯下战争罪行。而截至目前，伊朗提出了5个停火条件，包括要求美国赔偿战争损失，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以及全面结束对所有伊朗盟友的军事行动。双方的立场相差甚远，停火的希望渺茫。博彩市场给4月底前停火的概率指标了 27%。让我们再深入看一些细节。3月27日，伊朗甚至成功拦截了2艘试图穿越海峡的中国船只。4月1日，美以联军空袭了海峡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亨格姆岛，造成7人受伤。4月2日，巴林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决议，要求授权使用武力和一切必要手段来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俄罗斯、中国和法国都表示反对。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发出警告，如果有人试图强行打开海峡，他们将进行报复。整个局势就像一个火药桶上的连环引信，每一个参与者都在拉着自己那根线，而没有人知道哪一根会先被点燃。美国国防工业本身也受到了影响，通过海峡的关键矿物供应几乎完全中断，特别是硫磺、铝价因为海湾国家占全球 20% 的原铝出口而出现上涨。更严重的是，海湾地区生产了全球近1半的尿素和 30% 的氨，约1/3的化肥需要通过海峡运输。尿素价格已经上涨了 50%。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仅是能源危机，一场粮食危机可能也在酝酿之中。4月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同意合作推动开放海峡。22个国家签署了一份声明，表示愿意为确保安全通行做出贡献，但实际行动仍然遥遥无期。用一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所有人都同意门应该打开，但没有人愿意去拿钥匙。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到亚洲，因为这场能源危机打得最狠的，恰恰是我们这片土地。菲律宾成为全球第一个因为这场战争而宣布进入国家能源危机状态的国家。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公开表示，飞机被迫停飞是很可能发生的情况。菲律宾驻美大使正在与华盛顿协商，争取获得豁免，以便从受美国制裁的国家购买石油。日本的处境同样严峻。截至2026年2月，日本 94.2% 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政府在3月16日开始释放8000万桶石油战略储备，相当于15天的国内需求。日本三菱化学和三井化学已经开始削减乙烯产量，住友化学旗下的精液乙烯重启计划也可能被推迟。韩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韩国最大的乙烯生产商之一 YNCC 宣布了不可抗力条款裂解装置，大幅降负运行。乐天化学和 LG 化学向客户发出警告，可能跟进采取类似措施。韩国政府已将石脑油临时列为经济安全物资，以管控日益枯竭的库存。韩国总统李在明说，他晚上都睡不着觉。韩国民众甚至开始囤积塑料袋。印度大约 60% 的液化石油气依赖进口，其中近 90% 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液化石油气短缺已经影响到了普通家庭、小吃摊和餐厅。部分地区在10天之内卖出了40万台电磁炉，因为民众已经买不到瓦斯罐了。印度暂停了向商业用户供应液化石油气，优先保障居民用气。酒店和餐饮业面临被迫停业的风险。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需要像5年前应对新冠疫情那样，为当前的局势做好准备。泰国的应对方式让人哭笑不得，政府要求公务员上下班走楼梯，不准搭电梯，穿短袖衬衫不打领带，办公室冷气调到摄氏27度。
越南要求官员居家办公，减少出行。缅甸实施了单双号限行，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龙。斯里兰卡宣布公务员改为每周4天工作制。孟加拉国提前了开斋节假期。巴基斯坦关闭学校，全面转为线上教学。航空业更是一片惨淡，航空煤油价格逼近每桶$200。澳洲航空、印度航空等多家亚洲航空公司推出了高额燃油附加费，长途机票每人附加$125到$200。北欧航空和纽西兰航空取消了上千个航班。摩根大通在3月底发布的报告中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过去10天内，亚洲主要出口国的精炼油品出货量较5个月基准水平下降了约 30%。最新一周的数据显示，降幅进一步扩大至 35%， 其中航空煤油跌幅最为剧烈，超过 40%， 汽油下降超过 30%， 柴油降幅也超过 20%。 如果布伦特原油3月均价维持在每桶$100，仅价格效应一项就将在4月令全球石油需求减少约100万桶每日。巴克莱银行的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了一个惊悚的可能性，根据能源短缺的严重程度，新兴亚洲各国政府可以借鉴新冠疫情期间的政策，甚至对经济活动实施封锁级别的限制，例如可能会要求民众居家，并关闭个别行业，以节省能源。你没有听错，因为石油不够用，我们可能要重新经历一次类似疫情封城的场景。欧洲方面，天然气储存量在经历了严酷的冬季后，仅剩 30% 左右的容量。荷兰 TTF 天然气基准价格在3月中旬几乎翻倍，突破每兆瓦时$60。欧洲担心他们可能不得不让飞机停飞，因为燃油不够。卡塔尔能源公司表示，伊朗对其大型天然气田的攻击需要3到5年才能修复。而美国的汽油价格从3月初的每加仑$3飙升到4月初的$4以上，预计可能达到$4.50，核心通膨率可能上升到 3.4%。 这就是眼前的现实，一场由战争引发的席卷全球的能源海啸。说到我们身边，香港虽然没有本地能源资源，但因为约80%石油产品来自中国大陆，加上中国本身的电力系统几乎完全依赖国产煤炭和清洁能源，所以香港在这场全球能源危机中反而相对稳定。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在3月底与本地主要车用燃油供应商会面，重申能源供应稳定的重要性。但即便如此，国际油价的飙升仍然推高了运输成本和航空票价，间接影响到每一个普通市民的生活。而中国大陆的处境则更加复杂和有趣。野村证券的分析指出，中国的电力系统在这场危机中展现出了罕见的韧性。中国的发电环节几乎不使用天然气或石油，主要依赖国产煤炭，而且备用产能充足。同时，中国在风电、太阳能和核电领域取得了快速发展。中国化石能源发电量在2025年甚至出现了下降，而整体电力需求增长了 5%。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数字完全是靠大规模新增可再生能源和电池储能实现的。凭借这些优势，中国出口企业在这场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能源供应冲击中，可能反而获得了竞争优势。这让人想起一句古老的智慧：危机就是转机。在所有国家都为石油短缺焦头烂额的时候，那些提前布局清洁能源的国家和企业正在悄悄收割时代的红利。这究竟是人类集体智慧的体现，还是如同乔尼所暗示的那样，某种更大的力量在推动人类走向一个全新的能源时代？就在这场危机不断升级的过程中，一个名字开始在华语圈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乔尼·帕特里，一位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吠陀占星师。乔尼从事占星研究超过45年，他使用的是源自印度的吠陀恒星占星系统，也叫做乔地石，意思是光之科学。这套系统与西方主流的回归黄道占星术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吠陀系统与天空中恒星的实际位置对齐，而西方系统因为岁差的原因，已经与恒星位置偏移了大约24度。换句话说，如果你在西方占星中是白羊座，在吠陀占星中你很可能是双鱼座。乔尼的名气来自于他几次令人震惊的成功预测。他曾准确预言了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以及2024年对川普的暗杀未遂事件。
他创办了费陀占星大学，学生遍布全球。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预测2024到2042》的书，试图用行星运行的规律来预测未来近20年的全球大事。在2026年初的一系列讲座和访谈中，乔尼明确警告说，这一年将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年。他在 Align 播客的访谈中提到，罕见的行星排列预示着人工智能、金融动荡、政治动乱方面的深刻变化，甚至可能出现一个震惊世界的大揭露。他特别指出，4月是高风险月份，4月13日前后，与资源和能源相关的紧张局势将达到一个临界点。而4月19到20日，他暗示可能出现世界领袖级别的重大事件。在他的费陀框架中，这涉及到火星和土星的特殊相位，以及罗睺和季都这2个月亮焦点的运动。他在2026年世界预测的年度讲座中，特别花了将近6个小时的时间，分析了各国和各世界领袖的星盘，试图找出哪些人最容易受到这些行星能量的影响。现在让我们看看现实。川普在3月26日将他对伊朗发电厂的攻击最后期限推迟到了4月6日，也就是说4月上旬到中旬正是这场危机可能急剧升级的时间窗口。如果伊朗继续拒绝开放海峡，如果美军真的开始轰炸伊朗的发电厂，那么4月13日前后出现新一轮能源危机的大爆发是完全有可能的。4月4日，空袭已经击中了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的附属建筑以及马赫沙赫尔石化工业区，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和170人受伤，局势正在朝着更加不可控的方向发展。至于4月19到20日的领袖消失预测，乔尼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读，但考虑到这场战争已经暗杀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考虑到伊朗新领袖穆杰塔巴正面临着美国悬赏1000万美元的通缉，考虑到以色列已经暗杀了负责封锁海峡的伊朗海军指挥官，考虑到4月4日美军的 F-15 战斗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这是20多年来美军战机首次在敌方火力下被击落。在这样一个充满暗杀和斩首行动的战争背景下，任何关于领袖安全的预测都不再是天方夜谭。让我再多说一点乔尼的预测方法论，因为这对于理解他的预测非常重要。在费陀占星学中，有一种叫做9分盘的技术，他把黄道每个星座再细分为9个小区间。当行运行星在星盘和9分盘中同时触及某些敏感度数时，乔尼认为重大事件就会发生。他用这种方法回溯分析了许多历史事件，包括2001年的911事件和甘乃迪遇刺，发现行星对敏感度数的触发与事件时间高度吻合。当然，我必须强调，占星学并不是被主流科学所认可的预测工具，没有任何经过同行评审的科学研究证明占星预测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准确性。乔尼的几次成功预测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选择性记忆的结果，毕竟他做出的预测成千上万，其中有些碰巧对了并不奇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忽视他的观点。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任何试图理解未来的框架都值得被认真审视，哪怕最终我们选择不相信它。有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值得一提，乔尼·帕特里出生于达拉斯，他对占星学的兴趣源于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事件。1963年11月，占星师珍妮·迪克逊曾警告甘乃迪总统不要去达拉斯，但总统没有听从这个警告，第2天就遇刺身亡了。这件事发生在乔尼身边，从此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驱使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去研究星象与人类命运之间的关系。从西方占星学到印度费陀占星学，他不断探索不同的预测系统，最终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他的学生和客户遍布全球，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和名人。回到2026年的预测，乔尼在他的年度星座预测中特别提到双鱼座的人需要在4月20日前后格外小心意外事故，因为冲动和急躁可能带来危险。而他对全球局势的预测则更加大胆，他认为2026年到2042年这段时期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性的时代之一，涉及到权力结构的根本性重组、科技的指数级飞跃，以及人类意识的一次质的跳跃。
更值得注意的是，乔尼还预测7月可能标志着人类意识的巨大转变。他认为这与外星生命的揭露有关，而这恰恰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的第二个爆炸性话题。2026年3月27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保守派播客主持人班尼·约翰逊的节目中说出了一句让全球 UFO 社群炸锅的话：我不认为他们是外星人，我认为他们是恶魔。万斯重复了这句话来加强语气，然后进一步解释了他的观点。他说，那些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天界存在，对人类做各种奇怪事情的东西，人们总是把所有超凡的、超越世俗的事物都描述成外星人，这种倾向是有问题的。每一个伟大的世界宗教，包括他信仰的基督教，都理解外面有一些奇怪的东西，有些事情非常难以解释。他说他自然而然地会用基督教的理解框架来看待这些超自然现象，认为世界上既有很多善，也有很多恶。他甚至引用了一句经典名言：魔鬼最伟大的诡计之一，就是让人们相信他从未存在过。万斯还透露了一些让人非常好奇的信息。他说他对 UFO 档案非常着迷，他上任的时候就一直想要去研究这些档案，但后来忙着处理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就没时间了。他曾经计划去51区，就是那个位于内华达沙漠中的高度机密军事设施，也是所有外星人阴谋论的中心。他还计划去新墨西哥州，但每次都因为行程冲突而未能成行。然后他做出了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承诺：相信我，如果有人对这件事感到好奇的话，我比任何人都更好奇。我拥有3年的最高级别安全许可，我会彻底查清楚。这番话的背景需要仔细梳理。1个月前，前总统奥巴马在一个播客的快速问答环节中，被问到外星人的问题时，脱口而出说：他们是真的，但我没见过他们。他还补充说，他们没有被关在51区，也不存在什么地下设施，除非有一个巨大的阴谋把这件事对总统也隐瞒了。奥巴马第2天在社交媒体上紧急澄清说，他在任期间没有看到外星人与我们接触的任何证据，他只是从统计学角度认为宇宙如此广袤，存在其他生命的可能性很高。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宇宙如此广袤，存在其他生命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但太阳系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我们被外星人拜访的几率是很低的。然而奥巴马的澄清并没有完全平息风波，因为很多人注意到他最初的反应是如此自然和不假思索，就好像他在说一件他早就知道的事实。但川普不放过这个机会，他指控奥巴马泄露了机密信息，然后在2月19日宣布将指示国防部和其他联邦机构开始识别和公开与外星生命和 UFO 相关的政府档案。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回应说，五角大楼正在积极处理这项指令。3月中旬，白宫注册了 alien.gov 和 aliens.gov 2个联邦政府域名，但截至目前，这2个网站都没有上线。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只是回复了一句请拭目以待，加上一个外星人的表情符号。有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内部有些派系以恶魔威胁为由，试图阻止 UFO 档案的解密，而万斯的恶魔论似乎与这些派系的立场不谋而合，这让一些 UFO 研究者非常愤怒。他们认为这是政府用宗教恐惧来继续掩盖真相的新策略。实际上，万斯的恶魔论并不是空穴来风。在美国空军的高层中，据报有一群福音派基督徒军官长期以来一直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 UFO 现象是跨维度的邪恶存在，而不是来自其他星球的访客。这种观点在美国军方内部有着相当的影响力，甚至有报道称，某些五角大楼的派系正是以恶魔威胁为由来阻止 UFO 档案的解密和公开。一位华盛顿内部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全面揭露正在被五角大楼中声称存在恶魔威胁的派系积极阻挠。这意味着 UFO 档案的解密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安全问题，它还涉及到深层的信仰冲突和权力斗争。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是，就在万斯发表恶魔论的同一时期，有批评者指出，川普的 UFO 解密令可能只是为了转移公众对爱泼斯坦档案的注意力。这些档案涉及多位权贵的丑闻，其争议性和爆炸性甚至超过了 UFO 话题本身。所以当我们谈论 UFO 揭露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意识到
这个话题正在被各种政治力量所利用和操纵，真相也许就藏在这些纷乱的噪音之中，但要把它提取出来，需要极其敏锐的判断力。面对万斯的恶魔论，科学界的反应很快就来了。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阿维洛布教授在深夜访谈中回应了万斯的言论。洛布教授是伽利略计划的负责人，这个计划已经建造了3座观测站，使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分析数百万个天空中的物体，寻找超出人类技术性能范围的异常值。洛布教授说，他认为万斯走得太远了。他说他的思考框架不是恶魔，而是外星人。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了外星技术，我们应该把他们视为我们本性中更好的天使，而不是急着给他们贴上邪恶的标签。为什么不乐观一点呢？我们可以从新技术中学到很多东西。人类拥有科学和技术才不过100年，而大多数恒星比太阳早形成了数十亿年。洛布教授还提到了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他说，最新的星际访客3 Atlas 彗星可能在穿越太阳系的过程中释放了一些探测器或碎片。美国流星学会的报告显示，2026年前几个月，地球上的火流星数量出现了明显的激增。这颗彗星的故事本身就足以拍一部科幻大片。3 Atlas 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第3个星际天体，于2025年7月1日由智利的 Atlas 望远镜首次观测到。它从银河系中心方向的人马座飞来，以每小时约22万公里的惊人速度穿越我们的太阳系。根据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观测，它的核心直径可能达到 5.6 公里，比之前的2个星际访客都要大得多。它在2025年10月底到达了距离太阳最近的位置，然后在2026年3月经过了木星附近，正在飞离我们的太阳系，永远不会再回来。更令人兴奋的是它的化学成分。NASA 的韦伯太空望远镜和 SPIRIX 太空望远镜发现，这颗彗星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甲醇和水，它的挥发中包含了各种化学物质，包括有机分子。SPIRIX 的科学家说，这颗彗星在星际空间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被高能宇宙射线轰击，形成了一层被辐射处理过的外壳。但现在，太阳的能量已经渗透到了彗星的深处，表面之下，那些原始的冰层正在升温和喷发，释放出数十亿年来从未暴露于太空的化学鸡尾酒。科学家估计，这颗彗星可能已经有近120亿年的历史，如此古老，以至于它的母星系可能都已经不复存在了。NASA 动用了10多个太空任务来观测它，包括哈勃、韦伯、SPHERIX、TESS、火星探测器等等。这是人类历史上被最多太空探测器同时观测的彗星之一，而它即将消失在宇宙的黑暗中，再也不会回来。2026年3月下旬，地球到达了距离3 Atlas 轨迹最近的位置，约5460万公里。洛布教授计算后认为，如果这颗彗星在数月甚至数年前从表面脱落了固体碎片，其中一些碎片理论上可能已经到达了地球。所需的碎片喷射速度只需要每秒3公里，仅为彗星本身速度的 5%。 如果是10年前脱落的碎片，所需的速度更是只有每秒170米，与彗星表面气体分子的热运动速度相当。 NASA 表示，这只是正常的火流星季节，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但洛布教授认为值得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你想想这个画面，在人类正被自己制造的战争和能源危机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个来自另一个星系的120亿岁的古老旅行者正在我们头顶上方默默飞过，可能还顺便向地球撒了一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尘埃。而五角大楼的前主任说没有外星人，副总统说那些东西是恶魔，哈佛教授说也许是更好的天使。这难道不是宇宙最高级的黑色幽默吗？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3 Atlas 穿越太阳系的同时， NASA 的阿尔忒弥斯2号任务也在4月初成功发射，4名太空人正在执行绕月飞行任务，人类正在重返月球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这2件事放在一起看，意义非凡。一边是来自另一个星系的古老访客默默离去，一边是人类正准备踏上走向其他世界的新旅程。洛布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 NASA 的好奇号火星车最近在火星表面拍摄到了一个锥形物体。 NASA 的代表说，
这只是被火星风自然塑造的岩石。但洛布教授指出，这个锥形物体被不同的相机从不同角度拍摄，形状始终如一，这至少值得更仔细的研究。他说，科学中怀疑精神是我们职业的基石，但不要因此就把所有异常现象都轻易打发掉。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更宏大的问题，我们人类似乎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端是盲目相信什么都是外星人，什么都是阴谋论，另一端是顽固否认什么都是自然现象，什么都有普通的解释。真正的智慧也许在中间某个地方，在保持开放好奇的同时，也坚守证据和理性。五角大楼的全域异常解析办公室前主任启克·帕特里克的立场非常明确，他说，没有证据表明任何 UAP 目击事件具有外星起源。他认为川普的解密令不过是政府的一种转移注意力策略。他预测公众在看到这些档案后会感到失望，不会有什么新的重大揭露。他说，一定会有一堆人继续喊阴谋论，说有掩盖真相。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泰森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质疑。他说，每天有数十亿张照片和100万小时的影片被上传到网络上，没有一张包含真正的外星人图像。这里面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是，政府以某种方式能够接触到世界上任何其他拥有智能手机的人都无法接触到的来访外星人，而且政府已经在可能涉及数百甚至数千人的情况下成功地保守了这个秘密。但另一边，支持揭露的阵营同样声音响亮。曾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担任代理局长的盖洛德特少将参加了2024年的国会 UAP 听证会。他说，他在海军服役32年期间看过机密的 UAP 影片。他说，当你看到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空域中与我们的飞机差点发生碰撞时，那是一个真正的安全隐患。我们只是不确定它们是什么，也不确定它们与人类互动的意图。海军手上还有一大批 UAP 影片，他认为这些影片应该与科学家共享，以进行研究。在2023年5月到2024年6月之间，有超过750起新的 UAP 目击事件被记录在案。加州至今是报告最多目击事件的州，超过17000起，超过1万人将他们看到的 UFO 描述为火球，14000人看到了三角形。一项民调显示，53%的美国人相信外星人肯定或可能存在，65%的美国人相信其他星球上存在智慧生命，51%的美国人认为军方人员报告的 UFO 肯定或可能是地球之外智慧生命的证据。SETI 研究所的总裁说了一句也许最能概括人类心态的话，我们不想认为在这个非凡的无法理解的广阔宇宙中，只有这里才诞生了生命和智慧。这其实是在说，作为人类，我们不想孤独。而心理学家们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警告。心理学今日的一篇文章指出，政府的 UFO 揭露本质上是一个心理事件，会对人类产生真实的心理冲击。当信息挑战了人们对现实的基本假设，对制度性知识的信任，或者对人类在宇宙中位置的理解时，它会带来巨大的情绪重量。根据揭露内容的不同，人们的心理反应将千差万别。有些人会感到焦虑和不知所措，有些人会感到不信任，有些人可能会感到敬畏，还有些人会立刻否认。而很多人会感到冷漠，要么因为他们怀疑什么都不会改变，要么因为他们已经被其他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所有这些反应都是正常的。文章特别指出，那些已经在与焦虑、创伤或社会不稳定做斗争的人群可能会经历更严重的困扰。即使只有一小部分人对这类全球性事件做出强烈反应，也可能对心理健康系统造成压力。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需要我们提前思考和准备的现实问题。现在让我们尝试把所有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线索编织在一起。乔尼的占星框架告诉我们，2026年4月是一个能量汇聚的临界点，行星的排列暗示住能源危机的加剧、领袖级事件的发生，以及某种意识层面的深刻变化。万斯的宗教框架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无法解释的天空现象不是来自其他星球的访客，而是灵性维度的存在，是基督教传统中所理解的超自然力量。洛布教授的科学框架告诉我们，宇宙中可能存在比我们先进数十亿年的文明，
而三 Atlas 彗星正是来自这样一个古老世界的信使。这3个框架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它们也许在用不同的语言描述同一个现实。试想一下，如果真的存在比我们先进数十亿年的文明，那么在我们眼中，他们的技术和他们本身跟魔法有什么区别？跟灵性存在有什么区别？跟恶魔又有什么区别？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与魔法无法区分。也许万斯在用基督教的语言描述的东西，洛布教授在用天体物理学的语言描述的东西，乔尼在用费陀占星学的语言描述的东西，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不同面。而更有趣的是，现实世界的呼应，能源危机正在迫使人类文明进行一次强制性的转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分析指出，那些在2022年俄乌冲突后积极投资可再生能源的国家，如今正在收获回报。中国的电动车渗透率已达 12%， 化石能源发电量在2025年实际上出现了下降，而整体电力需求增长了 5%。 这一切都是通过大规模增加可再生能源和电池储能实现的。台湾也在这场危机中宣布重启核能项目，英国和德国加速购买太阳能和电动车。某种意义上，伊朗的封锁正在做人类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强制切断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推动我们走向一个新的能源时代。如果乔尼的占星预言有任何深层含义的话，也许就是这个：4月的危机不是终点，而是转折点。旧的秩序正在被打碎，新的秩序正在从废墟中萌芽。旧的秩序正在被打碎，新的秩序正在从废墟中萌芽。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4月13日会怎样？4月19到20日会发生什么？ UFO 到底是什么？坦白说，没有人能给你确定的答案，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些确定的事情。第一，能源危机是真实的，而且正在恶化。国际能源署警告，4月的石油供应中断将更加严重。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到下半年，其冲击将堪比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机构预测，如果这场危机延续半年，油价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第二，这场战争远未结束。伊朗拒绝了美国的和平方案，提出了对方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川普的最后通牒不断被推迟，但每一次推迟都伴随着更大的军事威胁。4月初，美军的战斗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这是20多年来美军战机首次在敌方火力下被击落。联合国难民署宣布，伊朗已有300万人因战争而国内流离失所。第三， UFO 话题已经从边缘走入主流，从奥巴马到川普到万斯，从国会听证到五角大楼解密，这不再是茶余饭后的八卦，而是涉及国家安全和人类认知的严肃议题。而万斯的恶魔论把这个话题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它迫使我们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真的准备好面对真相了吗？无论那个真相是什么。第四，宇宙正在向我们发送信号，只是我们不确定如何解读。3 Atlas 彗星带来了另一个星系的物质，火流星的数量在增加，而我们对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依然没有答案。也许乔尼是对的，也许4月真的是一个大转折，也许万斯是对的，也许那些天上的东西确实与灵性有关，而非外星科技。也许洛布教授是对的，也许我们应该保持开放和乐观，把未知视为学习的机会，而非恐惧的来源。但有一件事我非常确定，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不可预测的时期之一，能源秩序正在被战争和封锁所重塑，我们对宇宙的认知正在被新的发现和揭露所挑战，我们对自身的理解正在被技术、宗教和占星这3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所拉扯。在这样的时刻，也许最重要的不是找到所有答案，而是保持清醒，保持好奇，保持谦卑。因为历史一再证明，那些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真相的人，往往是被现实打脸打得最狠的人。2026年4月，大转折也许才刚刚开始，我们站在旧世界的废墟和新世界的门槛之间，往哪里走，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我常常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发现了地球之外的智慧生命，无论它是什么形态，那一刻将会比任何战争、任何能源危机、任何政治动荡都更加深刻地改变人类。
因为那将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我们是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也许那些在我们头顶飞过的不明物体，无论你叫它 UFO 还是 UAP， 无论你认为它是外星人还是恶魔还是大气现象，它们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它们是什么，而在于它们迫使我们仰望星空并思考。在一个人们只顾着低头看手机的时代，任何让我们重新仰望星空的东西都是珍贵的。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意思，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你认为 UFO 到底是什么？是来自其他星球的科技文明？是万斯所说的灵性存在？还是某种我们目前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你认为乔尼的预测会应验吗？这场能源危机又会如何收场？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对了，最后补充一件事，在你看到这期影片的时候，4月13日可能已经过去了，也可能还没到。如果乔尼的能源危机预测应验了，那说明我们确实需要更认真地对待这些看似神秘的预测工具。如果没有应验，也不要急着嘲笑，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之一，就是因为某个预测没有准确应验，就觉得危机已经过去了。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关闭，战争依然在持续，能源价格依然在高位，全球经济的压力依然在累积。真正的大转折也许不会在某一天突然发生，而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展开。